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首曲子是所有人一辈子都一定要听过一次，对我来说就是马勒的第2号交响曲《复活》。为什么呢？因为太夸张了，这首曲子实在是太震撼了。马勒曾经说过一句话：一首交响曲必须要如同一整个世界，它必须拥抱一切。所以在他的交响曲之中，他总是将一切都推到了极致，用上了编制庞大的管弦乐团、合唱团，常常舞台上动不动就要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但是以上这些都不是马勒最伟大的地方，马勒真正了不起的其实是在于他写下的并不仅仅只是音乐而已，而是对于许多深刻人生哲学的探讨。在这首复活交响曲里面，他就是在提问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无法逃避的问题：死亡是什么？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里？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又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常常有这个想法？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啊！你永远都在为了老板加班，永远都有缴不完的房贷，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好不容易累积了一些财富跟功成名就，但是无常的命运却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重击，夺走你的一切。而当我们死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带得走的，一切都是空虚的，都是白费功夫的。那我们一辈子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为了受苦而已吗？在《复活》这部交响曲里面，马勒就跟你我一样，都在探究着这些令人绝望的问题。他透过这首长达1个多小时的交响曲，让我们看到了他痛苦挣扎的过程，以及他最后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常常误以为这就是一部关于宗教的作品，但是事实上，事情远远不是只有那么简单。马勒在里面所传达的思想远远超过任何宗教，还融合了当时的各种哲学思潮，像是歌德啊、叔本华啊、尼采。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最了不起的思想家们，经过一辈子的痛苦与挣扎的追寻之后，所找到关于人生意义的领悟。如果你真正理解了这部作品背后的意涵，那我相信，就算你毫无宗教信仰，只要听到这个音乐，都仍然会被它感动到热泪盈眶，重新拾起对生命的热情。所以今天就让我透过这部影片，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听马勒的《复活》。不得了了，各位！今年11月15号，塞门拉图要带领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来高雄卫武营演出马勒的《复活》啦。不过这场音乐会一开卖就马上卖光了 ，Oh my god！ 也因此他们现在要加开更多座位，大家记得去抢票啊！以防你不知道，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经常被评选为是全世界最顶尖一线的交响乐团。塞门拉图也不用我说了吧，世界上最知名的指挥家之一。对于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来说，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任何理由不来听这场音乐会，而且还是马勒第2号耶！天哪！对马勒迷来说，这当然想都不用想。那甚至我觉得，就算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现场交响乐的人，我都觉得这场音乐会非常适合你当作入门，因为它会直接让你感受到马勒交响曲那种无法让人抗拒的魅力。不过前提是啊，你还是要先看完这部影片，因为马勒的音乐内涵毕竟还算是比较深奥的。但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我会跟你完整解说它所有的脉络，包括在音乐方面啊，跟在哲学方面啊。然后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就可以亲自到音乐厅里面去感受那种全身起鸡皮疙瘩那种震撼感。总之啊，演出资讯都在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开始准备抢票了。而且只要输入我们频道的优惠码，就可以再享有特别优惠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彻底了解一下这首交响曲吧。马勒第2号交响曲最感人的地方，懂的人都懂，就是你刚刚听到的那一段，整部作品最后快要结束之前的那一段复活大合唱。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理解那段合唱为什么这么感人，那就必须要从前面一路听过来，见证他在每一个乐章经历过的奋斗之后，才会理解这个复活的真正意涵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从第1乐章开始吧。其实光是这个第1乐章就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杰作，它开门见山就直接面对人生最大的问题。死亡，因为这个乐章是一首送葬进行曲，马勒还曾经给他下过一个标题，叫做丧礼仪式 Totenfeier。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丧礼应该是要很肃穆、很哀伤、很庄严的一种仪式，对不对？所有人都要穿着黑色的西装，安详的缅怀死者。但是在马勒笔下的丧礼却完全不一样，与其说是肃穆与悲伤，它还更像是带着满腔的愤怒。
好好的一个丧礼，为何如此激动呢？在大提琴凶猛的音符之中，我们仿佛听到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提问：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而他在控诉的对象是谁呢？大家可以先好好思考一下。总之，马勒就透过了惊人的管弦乐法，把这些控诉表达了出来。你会听到各个声部依序加入，先是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然后是高音木管、铜管、小提琴，最后整个乐团才逐渐汇集成了激昂的怒吼。哇，多么惊人啊！马勒对每个乐器的运用都搭配得天衣无缝，让他们环环相扣，酝酿到最后一口气爆发了出来。然而，正当这愤怒达到极点的时候，气氛却突然一转，来到了截然不同的旋律。这旋律简直美到让人忘记呼吸啊！它就像是生命中美好时刻的那些片段，让人流连忘返。但是仔细听，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全然的美好，它其实是带着苦涩的甜蜜的，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再度崩坏。在这之后，这整个乐章就一直在两种对比的情绪之间来回，仿佛是对生命的眷恋以及对虚无的痛苦这两种情绪在彼此纠缠斗争。而也正是因为它不断在极端的情绪之间切换，连带的造成了本来应该稳定沉重的送葬进行曲有了非常剧烈又不寻常的速度变化。它一下沉着缓慢，一下又突然激昂快速，这怎么得了？那整个送葬队伍在行进的过程中不就是一团混乱吗？所以与其说它在描绘的是送葬队伍的脚步，它更明显是在描绘参与者内心中的困顿。马勒自己就曾经做过这样子的注解：我们站在一位深受爱戴的人的坟墓前，他的一生、他的奋斗、他的苦难以及他的成就，再次在我们的眼前掠过。就在此刻，一个平常因为日常生活幻象的蒙蔽而被我们忽视的声音，对我们如此问道：接下来呢？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我们会永恒的存在吗？究竟这一切只是一场混乱的梦，还是生命与死亡是有任何意义的吗？如果我们要继续活下去，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是谈何容易啊！我们越是探究，就越是发现生命不过就是痛苦与虚无，死亡也只不过是这一切的解脱而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活在这里呢？所以在这个乐章里面，你会听到马勒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一场充满折磨与挣扎的漫长旅途。当我们在城市部里面听完了两个极端主题之间的矛盾之后，在中间的发展部，这些疑问又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你仔细听啊，低音弦乐演奏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步伐。他们如同
同行尸走肉一般正在缓慢的前行，同时间你还可以听到英国管吹出了像是在哭泣的音型。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的哀叹声，哎呀！所以到底是谁在一边行走一边哀叹呢？是刚刚的送葬队伍吗？其实并不是，事情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你再继续听下去就会得到更多线索，因为马勒在这里直接引用了一段非常古老的圣歌旋律，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震怒之日。你听到的这个旋律的最开头4个音，就是直接取自《震怒之日》的旋律。这首圣歌原本听起来是长这样的。而它的经文，也就是天主教丧礼中使用的末日经，里面在讲述的就是基督教世界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末日审判。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在震怒之日的那一天，世界将被燃烧成灰烬，而所有死去的人都将从灰烬中升起，受到号角声的呼唤，列队来到神的面前，接受最严厉的审判，决定谁要上天堂，谁会下地狱。而你生前所做的一切都将会无所遁形，没有任何罪行能够逃脱惩罚。因此，这段经文被使用在丧礼中，就是用恐惧来告诫信徒，在世的时候要不断忏悔、赎罪、荣耀上帝，否则你死了之后不会有好下场。也因此，它的旋律在西方文明中就经常被用来象征对死亡的恐惧。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再回来听这段伴随着震怒之日的行进音乐，你就会理解，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送葬者的步伐，而是通往末日审判的行进队伍。仿佛参加丧礼的人们也开始想起了自己死后的世界，想象着自己终有一天也要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但是你不觉得很没道理吗？我们在人世间受到的苦难还不够多吗？为什么还要遭受这样子的惩罚？而且我们一辈子奋斗的意义还要由这个审判来帮我们定义吗？这也太可悲了吧！于是悲伤与恐惧最后演变成了愤怒与反抗，导致这游行队伍彻底崩坏，也让我们听到了史上最沉痛的控诉与怒吼。哇塞，是不是非常惊人啊？真的只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才能够写出像这样的音乐呀。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你觉得这些如控诉般的怒吼对象是谁呢？其实这就跟这个乐章本来的标题 Totenfeier 的由来密切相关。这个单字其实是来自于波兰作家密兹凯维奇的戏剧诗《仙人记》的德文翻译。这部剧作被誉为是继歌德与拜伦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作
作品。它里面的故事反映了19世纪的波兰人遭受到俄罗斯沙皇残暴的统治，活得苦不堪言。有些人可能会自我安慰说，这些苦难是上帝安排的考验，但是也有人为此而憎恨上帝。因此，当故事中的主角被逮捕关进监牢里的时候，他就当着上帝的面前指控他说：“你不是天父。”你是沙皇。你能够想象吗？在一个信仰至上的年代，居然有人能够讲出如此亵渎上帝的话语，可见这心中的愤恨一定也是到达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了吧？而正巧啊，马勒自己就曾经在信上直接引用过这句话：当我在指挥这些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深受奇妙的震撼，凝聚起一股灼烧般的念头。这是个怎么样的世界啊？宋江进行曲之后的风暴，就像是对造物主的控诉。而在我这段时期的作品中，这样的呼唤总是会一再的被提出。你不是天父，你是沙皇。在这个第一乐章里面，马勒所运用的管弦乐法实在是太惊人了，各种强烈又复杂的情绪冲突的描绘也不可思议，很难想象是一个年纪仅仅只有28岁的年轻人写出来的音乐。但是在这部短短的影片里面，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解析所有的细节，要有最完整的体验呢，就只能你自己去音乐厅里面去感受了。其实马勒一开始本来只打算把这个第一乐章单独发表成一首交响诗，标题就是你前面讲到的 Totenfeier。但是就如同你所见啊，这个乐章里面还有太多的疑问没有被解答，以及有太多的愤恨没有被抚平，所以马勒最后就决定他必须要写下后面的其他乐章来解决这些庞大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如此啊，这首本来单一乐章的交响诗才变成了完整的拥有多个乐章的交响曲。在前面愤慨的第一乐章结束之后，马勒曾经亲自指示啊，必须要经过5分钟的冷却时间，才能够继续开始演奏接下来的第二乐章。很显然，这就是因为前面第一乐章的情绪太强烈了，所以需要有一些时间沉淀一下，我们才有办法继续下面的旅途。但是你也知道，5分钟开什么玩笑？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能够确定观众不会无聊到拿出手机滑抖音或是脆？还有台上的音乐家要怎么办？他们要干嘛？挖鼻孔吗？所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遵守这个指示了。但是身为一个优质的音乐解说频道，我们当然还是要尊重作曲家的指示啦。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计算5分钟。好了，开玩笑的。经过了5分钟的冷却之后，来到了第二乐章，它的情绪跟前面截然不同。这是一首非常淳朴又保守的民间舞曲，更切确一点来说，它是一首兰德勒舞曲。这是一种在奥地利民间盛行的传统舞蹈，也是马勒自己从小听到大的音乐。你仿佛可以透过这个音乐看到一个淳朴的乡村，里面的乡民阿伯、阿姨、婶婶都在草地、酒馆、市集之中载歌载舞，欢笑嬉戏，一切都是如此单纯，如此快乐，你完全无法想象我们在不久之前还在听他咒骂上帝。但是同时你也可以发现，这音乐从头到尾都维持在非常微弱的音量，仿佛一切都非常遥远，只是个不真实的虚假梦境。就如同马勒自己解释的，这个乐章就像是在回忆死者生前的点点滴滴，我们在这一刻暂时忘记了一切的愤怒以及一切无解的疑问。不过这美好的梦境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第3乐章，我们马上就被一声刺耳的鼓声惊醒，我们又得重新面对现实了呀。如果我们以传统交响曲的结构来看的话，第3乐章通常都会被安排成诙谐曲的乐章，也就是它的个性会比较诙谐、调皮、可爱、轻松，用来中和一下一首交响曲其他乐章比较沉重的氛围。不过你听这个乐章，它虽然称得上是诙谐，但却不是可爱、轻松、哈哈哈哈的那种，而是相当黑暗又讽刺的那种，嘿嘿嘿的那种诙谐。马勒在讽刺什么呢？更仔细深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乐章其实大有来头，因为它的主旋律其实是直接引用自马勒自己写的歌曲集《少年的魔法号角》中的其中一首歌《圣安东尼向渔传教》。
少年的魔法号角的词通常都是收集自一些民间传说，而这首的意思大概就是在讲一位叫做安东尼的圣人，他本来要到教堂里面布道，但没想到到了教堂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怎么会这样呢？我的信徒都去哪里了呢？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去找一些新的对象传教吧。于是他就走到了河边，对着河里的鱼传教。一开始这些鱼看到圣人，全都围了过来，张大嘴巴，一副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但没想到传教结束之后，他们就全部都脑袋空空的游走，把传教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继续维持着他们的本性。知道了这些歌词的内容之后，你就知道这首歌曲里面充满了讽刺意味。钢琴的伴奏就像是在模仿河流中的鱼儿在游泳的样子。后来马勒就把这首歌曲重新编写给管弦乐团，拿掉了声乐，并扩充了许多内容之后，就成为了第2号交响曲中的第3乐章。你听这个本来描绘鱼群的快速音型，在这里听起来像是毫无生命的机械，在永无止境的运转着，就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目的性的意志，不知道在追求着什么。我觉得这就像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所提出的悲观哲学。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根本就不是哪个神有目的性的创造出来的，而是一个盲目的意志在驱动。它没有目的，没有终点，也永远不会获得满足。所以，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盲目的一直在追求着某些东西。当追求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痛苦；但当我们好不容易追求到的时候，又会马上感到无聊跟不满足。所以，人生到头来其实就像是个钟摆，无止境的在无聊跟痛苦之间摇摆。所以你听听看，这些音乐里面那些永无止境、不断在流动着的音符，是不是就像是叔本华所说的那个盲目的、毫无目的性、永远不断在追求的意志呢？或许我们都像是河里的鱼一样庸庸碌碌的活着，又或者像是那个传教士一样，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永远都在白费功夫。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的现实啊！因此，到了这个乐章的后半段，马勒写下了一段本来不存在于歌曲中的激烈的崩溃的呐喊。这样的崩溃反映了19世纪末的欧洲人们正面临的世纪末危机。以前基督宗教主导的时代，人们还可以从信仰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觉得上帝帮这个世界安排好了一切，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为了死后能够回到上帝的身边。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等一连串的社会演变，人们开始崇尚理性与科学，而逐渐遗弃了宗教信仰，失去了上帝作为人生的目的，人们突然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虽然物质生活获得了进步，但是生活却变得机械化，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以及阶级剥削也令人窒息啊！因此虚无主义开始蔓延，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也趁虚而入。他不只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还主张从痛苦之中解脱的唯一办法就是否定生命意志。这让当时很多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质疑我们受苦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整个欧洲陷入了严重的存在危机。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人没有放弃，比如说哲学家尼采，他就尝试要在这一片虚无之中重新找到生命的价值，而马勒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因此在经历了前面几个乐章的痛苦与崩溃之后，来到了第4乐章，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我们听到了马勒人生第一次在他的交响曲作品中引入了人声，透过人的歌喉唱出来的文字，他有一些话想要直接告诉我们。首先，声乐唱出了往上的3个音，仿佛是想要往上追寻什么一样。
而这3个音之后就一直往后延伸，像是要一路飞上天堂。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直接取自马勒自己的《少年的魔法号角》中的一首歌，标题叫做《圆光》。这首歌写得非常美丽，我很想要仔细分析给你听，但是这边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就简要提示一下它歌词最重要的意涵。它的歌词大致分成2段，第一段呼应了我们前面所经历的痛苦。他说：人类处在最大的困境，人类处在最大的痛苦。我多么希望能在天堂。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处在世纪末危机的马勒，在极端虚无的痛苦之中，终究还是得要透过天堂以及上帝这些彼岸的世界来得到心灵的慰藉。与其说是我们相信神的存在，这还更像是我们需要神的存在。而且这种带有主动性的需要，到了第2段歌词又更明显了。他说：而我来到了一条宽广的路，而那来了一个小天使，想把我赶走。然后接下来就是整首歌里面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哦不，我不会让自己被赶走，我来自神那里，我也要再次回到神那里。你看，这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啊，这让很多人联想到了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第32章中雅各的故事。某一天晚上，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跑来跟雅各摔跤，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那个摔跤，乒乒乓乓的那一种。他们缠斗了一整个晚上，难分胜负，直到天亮的时候，那个人终于受不了了，他说：天亮了，你让我走吧。但是雅各仍然紧紧抓着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哦，搞了半天，原来这个人是个天使啊。这故事听起来相当的荒诞又莫名其妙，但是却传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所追求的事情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我们自己用双手主动去争取。这样子的精神在这首交响曲里面非常的关键，它也跟欧洲教会几百年来强调的顺从很不一样啊。就算是天使要把我赶走，我也不会乖乖顺从，因为现在的我们人生充满了虚无与痛苦，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新的希望，寻找那个能够带给我们永恒幸福的圆光。但是这个圆光真的是我们所想要的答案吗？而我们究竟又要如何才能够找到它呢？接下来的最后一个乐章就会是答案揭晓的时刻。其实马勒在创作这首第2号交响曲的时候，前面4个乐章很快就写好了，也就如你刚刚看到的，他在里面提出了非常庞大的疑问，像是死亡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他本来就预想要在最后一个乐章里面轰轰烈烈的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最后一个乐章的结构就会像是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一样，是用纯器乐做一个篇幅长大的呈示部，重申那些艰困的疑问。到了后半段的再现部的时候，再让合唱团出现，用人声给出回答。不过虽然架构想好了，他却一直无法在哲学上面找到一个像样的答案，所以这个第5乐章就一直处在难产的状态。直到某一次，因为一场因缘际会，他如同遭到了晴天霹雳一般，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终于把这最后一个乐章写出来。至于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最后一个乐章，看看他是如何告诉我们的。在最后一个乐章的开头，我们就听到了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了。这一开头如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正好就是我们之前在第3乐章中听到的那个痛苦的呐喊，它们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和弦，只是当时还只是对人生虚无的呐喊，这一次却是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了。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导动机旋律，它是一个不断往上攀升的旋律，所以我们称之为飞升的动机。这个飞升的动机，仿佛呼应了前一个乐章我们所说想要飞往天堂寻找圆光的渴望。但是啊，在基督教传统的教义中，上天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经过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第1乐章的时候讲到的末日审判。
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整个世界都将被燃烧成灰烬，所有死去的人都将从灰烬中升起，受到号角声的呼唤，列队来到神的面前，接受最严厉的审判。你生前所做的一切都将无所遁形，没有任何罪行能够逃脱惩罚。换句话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刻，神会帮你决定你活的这个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你值不值得上天堂。如果不值得，那你就只能给我下地狱去。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马勒就用上了整个管弦乐团当作画笔，把末日审判的过程巨细靡遗地描绘出来。他用了各种不同的主导动机来象征审判过程中的许多不同情景跟概念。首先，你会听到那个非常熟悉的代表审判本身的震怒之日。然后震怒之日无缝接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旋律，也就是复活的动机。我先跟大家做个预告，从这个名字你应该也看得出来，这个复活的动机是整首交响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动机，因为它直接代表着这部作品的主题，也就是马勒最后会找到的那个答案。另外，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在这个乐章里面，你会听到这个复活的动机好几次，但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它都会跟代表着审判的震怒之日紧紧粘在一起。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对我来说，它似乎就是在暗示基督宗教的传统教义，要有审判才有复活。这个概念在接下来会有很关键的发展，所以也请你记住这件事情。再过不久之后，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动机出现了，它充满了下降半音。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一乐章就已经听过它了。我们那时候说啊，这种下降半音听起来就像一个在哭泣的人的叹息声。哎呀，哎呀。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哭泣的动机。这些半音在不同声部之间不断的交错堆叠，这仿佛就像是一个即将面对审判的人，越哭越激烈，最后变成了是啜泣的声音。总之，以上这些就是这个乐章里面几个最重要的动机。在这段呈示部里面，他们相继被乐团第一次呈现出来。在呈示部的铺陈之后，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发展了。恐怖的末日审判即将开始。我们先是听到了代表恐惧的号角声，夹杂着半音的哭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然后震怒之日的4个音也跟你刚刚听过的所有那些动机全部交叠在一起，开展出了一个热闹又恐怖的进行曲。
还记得吗？我们在第1乐章的时候，曾经也听到一个短暂又恐怖的进行曲。当时呢，还只是丧礼中的人们在脑海中想象着末日审判的场景而已。但是到了这里，一切都仿佛化为了真实。这段进行曲发展成了真正的完全体，它非常热闹又漫长，整个审判队伍历历在目，真实的在我们眼前发生。就如同马勒自己所解释的，巨大的召唤声响起，坟墓猛然裂开，所有的生灵哀嚎着、战斗着，从地底挣扎爬出。他们以浩大的队伍行进过来，乞丐与富人、百姓与君王、教会以及教宗们，所有人都共处在同样的恐惧、呼喊与战斗，因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然而，在这段喧闹的进行曲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众生的恐惧中夹杂着强烈到无法被掩盖的愤怒，就如同他在第1乐章中的怒吼。难道我们在人世间受到的苦难还不够多吗？为什么我们死后还要遭受这样的惩罚？而且我们一辈子奋斗的意义还得要由这个审判来帮我们决定吗？这也太可悲了吧！因此，当这个喧闹的进行曲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如同在第1乐章里面一样的，它再次崩溃了。在崩溃终于冷静下来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到哭泣的动机再次出现。这段哭泣写得非常精彩，它比上一次还要更加凶猛，也比上一次更加激烈。正如同马勒自己解释的，对怜悯与宽恕的呼求声听起来令人恐惧，哀嚎的声音越来越可怕。当那永恒的审判逼近时，我们的感官离弃了我们，一切意识都消逝了。同时，你可以听到在哭泣声的背后，还有来自远方不绝于耳的号角声，让我们联想到了《末日经》之中2段截然不同的经文穿插在一起。号角嘹声四处响起，响彻各地之幕，召唤万物于宝座之前。还有完全反差的另外一段：悲伤的我该说什么？若正直之人都难幸免，我还能够向谁求助？于是高昂的号角声就跟凄厉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在马勒惊人的笔法之下，非常非常的震撼。当悲伤与恐惧达到了最极致的时刻，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审判了，但没想到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喧闹的音乐却在这时候突然安静了下来。马勒自己这么解释道：最后的号角声逐渐远去，号角与浩劫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在随之而来的诡异的寂静之中，我们却仅仅听见了远方一只夜莺的声音，那是人世间最后的回响。于是我们就听到了由长笛与短笛演奏出来的音符化作了夜莺，在空中歌唱。
远方的号角声仍然在持续着，但是怎么回事？审判呢？怎么还没有发生？我们只听到这夜莺的歌声是如此自由又轻盈，使我们忘记了一切的恐惧。在这个时刻，到了整部作品最关键的转折，马勒终于要告诉我们，他对于死亡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了。根据马勒自己所说，这个答案他寻找了非常久，直到他在参加当时欧洲最重要的音乐家，同时也是他的老前辈毕罗的丧礼的时候，他听到了诗人 Klopstock 的诗《复活》，才恍然大悟，原来死亡是这么一回事。于是，在最后的再现部，那个沉睡已久的合唱团终于要开始歌唱。马勒用人的歌声直接告诉了我们，他终于找到的那个答案。是啊，如果我们会复活，那我们为何要害怕死亡呢？为何我们要害怕失去人生的意义呢？马勒听到了这首诗，仿佛觉得自己被雷打中的一般，于是就决定引用 Klopstock 的诗，搭配这个复活的动机，来当做这个漫长问题的最后解答。不过，复活这个概念几千百年来都一直在基督宗教的教义中，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发现。马勒在这里是有了什么新的体悟吗？而且，难道我们前面痛苦挣扎了这么久，最后的结论就只是要回归信仰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你可以观察到几件事情。虽然马勒引用了 Klopstock 的宗教诗，但是他也仅只引用了前面2段，后面的内容他全部都自己改写掉了。为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在传统基督宗教的教义中，复活是为了审判，要有审判你才能够升天。因此，当我们在前面听乐团的陈示部的时候，复活的动机一定都是伴随着震怒之日。但是到了这里，合唱团的再现部，我们却只听到复活的动机，震怒之日却神奇的消失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都是因为马勒所认为的复活只是借用了基督宗教的外壳，但是他在里面注入了全新的精神。马勒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他对于生命的思想其实融合了19世纪的许多哲学思潮。以前的教会告诉我们，人类是被神创造的，我们会存在都是因为神，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服从神的旨意，不断忏悔，荣耀上帝，接受审判。但是到了马勒所生长的19世纪，很多思想家像是康德、歌德、叔本华、尼采都已经重新开始思考人与信仰的关系。像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这个人物，他受到了恶魔的诱惑，用自己的灵魂跟恶魔做了交易，甚至还犯了许多禁忌。这在传统基督教的道德观中肯定是要遭到天打雷劈下地狱的。但是在歌德的笔下，浮士德最后却上了天堂，因为即使受到恶魔的诱惑，他仍然不断的努力
力改变这个世界，追求更好的理想。因此你会听到歌德透过天使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不断努力的人，我们都能够拯救。而尼采又更是极端了，他直接要我们忘记上帝，因为我们不应该把生命的意义寄托在彼岸的世界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能够赋予你人生意义的不应该是别人，而应该是你自己。你应该要自己去争取，自己去奋斗。面对生命中无止境的痛苦、丑陋、残酷与黑暗，与其去怨恨一个不存在的造物主，你更应该勇敢地去面对痛苦，热爱自己的命运，热爱生命中的一切。因为唯有经历过这些痛苦，你才可以超越自己，创造出新的价值。就像是贝多芬面对失去听力的绝望，他却没有放弃人生，最后才能够写出像第9号交响曲这么伟大的音乐。当我们听到这音乐时，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世间一切的感动与快乐，让我们即便知道叔本华或许是对的，人生的本质真的是痛苦的，却仍然会想要举杯呐喊：哦，人生啊，再来一次。很显然，马勒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这些哲学家们的影响，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生命观，还将这些思想精华注入到他自己的作品之中。像是他的第3号交响曲里面直接引用了尼采的著作，第8号交响曲里面则是引用了歌德的《浮士德》，而这首第2号交响曲里面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没有像尼采一样选择极端的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失去信仰的世界实在是太虚无、太令人绝望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得起。对马勒来说，他或许还是宁愿相信在彼岸的世界有一个上帝以无限的爱在等待着我们吧。但另外一方面，马勒却也跟尼采一样，将生命意义的决定权交回到了我们自己手上。就如他自己解释的，最后的号角声结束了，但一切的日期都没有发生，没有审判，没有罪人，没有义人，没有伟人，没有小人，没有惩罚，也没有奖赏。一种强烈的爱充满了我们，使我们获得喜悦的领悟，并照亮了我们的存在。你看到重点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前面那些恐怖的震怒之日到了这里都全部消失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个审判来帮我们决定我们是否可以上天堂，而是我们要自己去奋斗，去争取，去赢得自己的翅膀，飞向天空，追寻那道从来没有眼睛看过的光。了解了这些前提之后，你就会知道马勒为什么要把 Klopstock 的宗教诗歌的文字重新改写。当初马勒听到这首诗的时候，虽然开头的几句话让他大受震撼，但是后面的文字实在是太过宗教性，太过保守了，所以马勒就索性把它们全部改掉，写成了自己的版本。在这些改写的内容里面，不但少了很多宗教气息，还可以说是浓缩了马勒所有痛苦思索的精华。比如说一开始的这一段，他这么说：哦，相信吧，我的心，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属于你的正是你所渴望的，属于你的正是你所热爱的，正是你所争取过的一切。哦，相信吧，你不是白白的来到这个世界，你不是白白的活着，白白的受苦。这文字是充满了多么强大的力量啊，甚至可以让你感受到像尼采这种对生命强烈的热爱与肯定。而越到了后面，这些情绪就越是强烈，越是精彩。比如说到接下来这一段，你会听到女高音跟女中音的歌声激烈的对抗着。一个人说：哦，痛苦啊，你这贯穿一切者，你已经被我挣脱。而另外一个人则说：哦，死亡啊，你这征服一切者，现在你已被征服。这2句强力的歌词就化为了2个声部的卡农，激烈的纠缠在一起，不断的往上攀升，非常震撼。
接着我们听到反复不断的飞升的动机，就如同歌词中所说的，借由那双翅膀，那双我们自己赢得的翅膀，飞向天空。就如同马勒自己所说，一首交响曲必须要如同一整个世界，它必须拥抱一切。这首第2号交响曲当然也是如此，它拥抱的并不仅仅只是人生中的快乐与幸福，也包含了所有的痛苦与悲伤。就算人生的终点是虚无的，那又如何？任何的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都不会是它最后的终点，而是你在过程的奋斗中所挥洒的汗水与泪水。唯有你用自己的双手奋斗过、痛苦过，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曾经活过。耶！感谢大家看完了这部影片，这部片已经破了纪录，成为我们频道有史以来长度最长的一部片了。那最后想要特别跟大家提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应该有发现到，我们这一集在动画制作方面相当的有诚意，对不对？是不是很精致、很精彩啊？这个呢，我要非常感谢我们的3位动态图像设计师 Fred、Wendy 跟 Vicky， 他们真的很了不起。这么长的一部片，而且又没有实拍乐团演奏的素材画面，但居然可以把这个画面做得这么精彩啊！可见他们是花了非常非常多心力，然后也承担了很多我很任性的这个要求，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他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多多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啊！另外，我要再次感谢魏有营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制作这部我觉得意义重大的影片。那如果大家有被感动到的话，记得要去买票哦。塞门拉图带领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来高雄的演出，一开卖就马上卖完了，所以现在他们加开更多座位，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很快就卖完呢？总之，大家赶快去抢票，未来也可以好好关注魏武营，他们每年都有很精彩的演出正在上演。所以总之感谢你看完这部影片，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请多多分享出去，也可以去支持我们的古典音乐线上课程《乐谱上的革命》哦。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